同学们好，我们已经学习了舌诊的概说，下面我们来学习舌诊的主要内容。首先，我们来学习望舌质的部分。舌质就是舌的本体，又称为舌体，是舌的肌肉和脉络组织部分。望舌质主要观察舌色、舌的形质即舌形、舌的动态即舌态，以及舌下络脉4个部分。正常的舌质可以概括为颜色淡红而鲜明，形质润泽，大小适中，舌体柔软，活动灵活。我们首先来学习望舌质的第一个部分，就是望舌质的颜色，即舌色。一般舌色有淡红、淡白、红绛、青紫这几种变化。正常的舌色为淡红而润泽。淡红舌是指舌色淡红而润泽，白中透红。这个红是指的血液的颜色，红色；白是指的舌基黏膜的部分，淡红色就是指舌基黏膜中透出来血液的颜色。明润光泽是指的有胃气的真相。那淡红舌这是一种正常的舌色，它是气血调和的真相，主要反映为心血充足，胃气旺盛。而病变的人也能够见到淡红舌，这会是什么样的病人呢？什么样的病会导致舌色跟正常人差不多呢？答案是，病情比较轻、病位比较浅的病人会出现淡红舌。一般外感表症初期，病情轻浅，并没有伤及气血或累及舌的颜色，仍然会保持正常的淡红舌。另外，某一些内伤杂病中，若舌色淡红明润，说明阴阳平和，气血充盈，病情比较轻，或是疾病在转愈的好的兆头。总之，淡红舌可以见于正常人，也可以见于病情比较轻、病位比较浅的病人。淡红舌的颜色是白中透红。淡红舌可以向2个方向发展，一个是向白的方向发展，一个是向红的方向去发展。淡红舌向白的方向发展，称为淡白舌。淡白舌是指比正常舌色浅淡、白色偏多、红色偏少的一种舌象。如果舌色白，几乎全无血色，称为枯白舌。我们知道红色是血液的颜色，所以红色减少说明气血亏虚，重点在血虚。由于气血不足，血不能荣养舌体，所以舌质比较消瘦。因此，淡白舌舌质消瘦者是气血不足的表现。但是还有一种淡白舌，它并不瘦小，反而比较胖大。这种淡白舌不是由于气血亏虚所引起的，而是由于阳气不足、运血无力所导致的。而阳气不足不能够运化水液，水湿内停，会引起胖大舌。胖大舌常常舌质娇嫩，因此淡白舌舌质胖大而娇嫩者是阳虚的表现。另外还有一种枯白舌，它舌色枯白，全无血色，没有光泽。这种枯白无华的舌象见于脱血夺气的重病病人。由此我们可以看出，淡白舌主要与气血两虚或者阳虚有关，因此淡白舌主虚症、主寒症。虚症主要是气血亏虚和阳虚，寒症主要是阳气亏虚的虚寒症。淡红舌向淡白的方向发展，可见于虚症、寒症。那淡红舌也可以向红的方向发展，表现为红绛舌。那什么是红绛舌呢？红绛舌是指的舌体的颜色变红，红色增多。舌色鲜红者称为红舌，
比红舌颜色更深，呈暗红舌，我们又称为绛舌。我们首先看一看红舌。红舌舌体鲜红，主要见于热症。由于血得热则运行加速，舌体脉络充盈而变红，因此无论是感受了热邪的实热，还是阴虚火旺的虚热，都可以使血液运行会加速，而导致舌色鲜红。红舌见于热症，这里的热症有实热症和阴虚的虚热症的区别。那如何去区别哪一种红舌是实热，哪一种红舌是阴虚火旺的虚热呢？那它主要的区别就在于，实热症是由热邪所引起的，正气并没有亏虚，胃气未衰。我们前面讲过，有胃气就一定会有舌苔，因此实热症的红舌不仅可以见有舌苔，而且舌苔还会是黄苔。而阴虚，由于正气不足，胃阴亏虚，所以舌苔较少，甚至完全没有舌苔。因此，阴虚的虚热症表现的是舌红、少苔或者无苔。所以区别红舌是实热还是虚热，主要的根据就是看有没有舌苔来判断。比如，左边的红舌有舌苔，而且还有黄苔，所以它是实热症；而右边的红舌，舌面上没有舌苔，所以它是虚热症。对于实热症，我们还要根据舌红的部位来判断热邪在哪个脏器。比如，舌边尖红，由于舌尖对应的是心肺，所以舌边尖红可以见于两种情况。第一个，舌稍红或舌边尖红，并边在肺，见于外感风热犯肺的表热症，比如风热感冒或者是风热咳嗽等病人。另外一个，舌尖红赤破碎，病位是在心，它见于心火上炎的病症。由于心火容易扰乱心神而导致失眠，因此舌尖红的人通常容易同时出现失眠的表现。如果舌边出现红色，由于舌边对应肝，所以这是与肝经热盛有关。舌色发红，除了红舌之外，还有一个就是绛舌。绛舌是比红舌的颜色更深，或者是略带暗红色的舌象。既然绛舌的红色比红舌更深，说明绛舌的热也要比红舌的热更加明显。所以绛舌也可以见热症，也与实热和虚热有关。只不过无论是实热和虚热，绛舌的病情都要比红舌要严重。因此，绛舌的临床意义可概括为主里热亢盛或阴虚火旺。那如何区别绛舌的实热和虚热呢？同样，我们也可以根据绛舌是有苔还是无苔来判断。如果舌红绛有苔，而且是有黄苔，甚至是灰黑苔，通常见于里热亢盛的实热症。如果舌红绛少苔或者是无苔，通常是阴虚火旺的虚热症。临床上有时候红舌和绛舌的红色很难截然分开，因此红绛舌有时候可以统称。只要见到红绛舌，就表明有热症，可以通过红绛舌是有苔还是无苔来区别是实热还是虚热。我们看到淡红舌可以向淡白的方向发展，也可以向红绛的方向发展。向淡白的方向发展，主要表现为疾病向虚症和寒症的方向发展；而向红绛方向发展呢，主要是疾病向热症的方向去发展。淡白舌、红绛舌可以继续加重病情，发展成为青紫舌。由淡白发展而来的青紫，中医称为淡紫舌；由红绛发展而来的青紫舌，中医称为紫红或者是紫绛舌。青紫舌除了淡紫、
紫红、紫绛之外，还有一种叫做斑点舌。斑点舌是指的舌上青紫伴瘀斑瘀点。下面我们来看看青紫舌的意义。青紫舌主要与血液运行不畅有关。我们来看一看这张图，这张图是整个舌面上全舌青紫。这种全舌青紫并不是由淡红或者是淡白发展而来的，它与寒和热无关，它就是全身血瘀的表现。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这两幅图，它们都是在舌边出现了有瘀斑瘀点。这种舌面局部的瘀斑瘀点表明淤血停聚在局部。由于舌边对应的是肝，所以这两张图中舌边的瘀斑瘀点表明肝经有淤血阻滞。淡紫舌主要是从淡白舌发展而来的，淡白舌主虚症主寒症，所以当肺气瘀滞、气虚和阳气不足的时候，不能够运血，气血不畅，就会导致淡紫舌。所以淡紫舌主要见于阳虚阴盛、气血运行不畅的病变。紫红和紫绛是由红绛舌发展而来的，红和绛都与热症有关，而青紫舌与淤血阻滞、血液运行不畅有关。所以紫红、紫绛则是由热症较重时，热邪煎熬津液，使血液运行不畅而导致的。由此我们可以看出，青紫舌主要与血液运行不畅有关，可以来自于虚症、寒症导致的血液运行不畅，也可以来自于热症导致的血液运行不畅。以上是我们讲到的4种舌色的变化，其中淡红舌是正常的舌象，也可以见于病情比较轻的病症；淡白舌主要见于虚症和寒症；红绛舌主要见于热症；青紫舌主要见于血液运行不畅的血瘀症。本节课就上到这里。